这位小姐，你慢慢挑啊，您看这质量可好了。啊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对呀，这是我新上的货，您看一看啊。小偷！哎，抓小偷！哎呀！别跑！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站住！怎么回事？站住！站住！哎，栗子，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哎呦！你干什么你？抓住他！我的车！给我的车！抓小偷！别跑！站住！大哥，有人打我！你是说他打你啊？就是他！你不会吧？堂堂一个大男人被女人打，刘大哥，他身手不一般呢。是吗？这位姑娘，看你一身时髦的打扮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定不是本地人，你是外国来的。哎，没错了啊！就凭你这只胸针，我更加可以肯定，你是日本来的，对不对？对于一个贼来说，你很有洞察力。啊，过奖。啊，对了，我兄弟得罪了你啊？他在街上偷人家的钱，偷了你的钱啊？不是偷我的钱，但是还有啊，你看他这个人啊，哇，他长得这么矮啊，5尺还差3寸呢。你叫他去码头干苦力啊，他做不了的。还有啊，他的嘴，张开。哦，臭不臭啊？哎呀，这臭的可以啊！如果你做老板的话，你会招这样的工人吗？哎，贼的逻辑。跟我讲逻辑啊？好，那我就跟你讲逻辑。喂，你呀，你学艺不精，啊，就敢去偷啊？被人家看到了吧？真是没面子！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啊？快，偷来的钱，赶紧交出来！啊！你看，他会交的。来，那姑娘，这里呢就是偷的钱，现在交出来了，麻烦你物归原主。今天的事就不要再去追究了啊！你看一下啊，数目对不对？谢谢啊，幸亏有你。这钱只会多不会少的，啊！放心好了，一会儿我带他去法补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带他去法补房。你真是会说笑啊！哎，这位女士，这钱是你的啊，是。现在拿到钱了，还报不报警啊？不报了。再见啊！啊，再见。你看到了，正所谓民不举则官不究啊。那个当事人都走掉了，干嘛还拉着小偷去法补房啊？就没意义了吧？还有啊，你看他这身打扮的，病人都比他有精神，他哪像个小偷的样子？我怀疑他呀，很有可能是法补房派去卧底的内线，所以拉回法补房不一定会受理的哦。也许的事情不能够算数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他去法补房。小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较真儿啊？就当是给我一个小小薄面了。我又不认识你，但是我认识他，他是一个小偷。但他叫我一声大哥，
难道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你带他走啊？那我不是很没面子？小偷的大哥那就是大头，你都要一起去啊？哎，对不住了，我今天没有空啊。还有啊，实不相瞒，发布房我比你熟啊。哼，那当然了，你是那里的常客嘛。你管我啊？我就是不去，你能怎么样？哎，今天由不得你。功夫不错呀。哎，你这只胸针我戴着也不错吧？啊，无耻！喂！你的身手不错，只不过呢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力道差很多。下三滥，也不知道你打的什么路数。啊，我没什么路数的，即各家之所长。所谓大象无情，大公无法，我可以教你的。不过你得先拜我为师啊。我还来啊？不打了吧？不好玩了啊？不打了？当然了，你一个女人呢，我打赢你是应该的。万一呢，我输给你了，我不是很没面子？你看有这么多的观众哎啊！哎，你不要这个了，把它还给我。没问题啊。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住在哪里，我就还给你啊。你自己留着吧。来，这事儿交给你了啊！啊不，我不去，还是你去吧，我不行啊。哎，来了个美女。我找范督察，我是罗珊珊。谁？啊，是罗成的女儿罗珊珊。你是珊珊啊？哎，来坐。哎呀，你啊，走。哎呀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范督察你好。怎么叫督察呢？连叔叔都不叫了？我觉得那样没规矩嘛。什么叫规矩啊？这规矩是人定的。这大事上讲规矩啊，叫原则；小的事情上讲规矩，那就是老古董了。你在外边喝了那么多年的洋墨水了，啊，比我还刻板呢啊！范叔叔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你在日本还好吧？挺好的，学了不少有用的东西。就是，你这么冰雪聪明，肯定在以后能学以致用。怎么样？这回回上海来是不是度假的？现在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很多旅日华侨过得很艰难。这次我回来，没打算再回去了。你回来好啊，这儿呢，有什么事情我还可以照应啊。谢谢范叔叔。谢什么呀？我跟你父亲那当年是好兄弟啊。哎，当年你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好几次呢。哎呀，可惜呀，不提了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啊，你就尽管说。这次我来找您是来求职的。这是我的老师远藤雄一先生写给法捕房的推荐信。远藤雄一先生的大名，我早有耳闻。
既然他称赞罗小姐为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之才，那肯定不会错。谢谢。但是想到我们的法补房来就职，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总督察的意思是还要经过一些考试，这是我们这儿定下的规矩。没有问题。死者面色发青，嘴唇和手指甲、脚指甲也都有些发紫，这是生前体内严重缺氧的尸表征象。表面看来，死者是死于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，肺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，导致呼吸功能的障碍，然后就会在尸体上出现严重缺氧的尸体征象。但是仔细看，舌骨右侧的大角发生了横断骨折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他是被勒死的。报告督察，无法权重。好，大家认识一下，这位是刚刚留学回来的罗珊珊小姐。罗小姐在日本学习医学，后来又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犯罪学、刑侦学。她是日本著名侦探远藤雄一的弟子。从今天开始，罗小姐被任命为法补房的副探长。来，珊珊，来，这是你的办公桌，啊。哎，你父亲当年就坐在这儿，啊，我呢就坐在那个位置，在他对面。你现在要坐你父亲的位置了。范叔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。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范叔，我爸爸真的和报纸上说的一样吗？我不相信。哎呀，作为朋友呢，我很难相信你父亲跟凶手勾结，但是作为侦探，我相信证据啊。珊珊，这个有些事情不能不告诉你。当年在调查这些案件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后面都有证据支持，所以定案要不可能那么快啊。范叔，我爸当年办的那起案子的相关文件，我都想看一下，可以吗？不可能。作为法补房的丑闻呐，这些卷宗都被高层给锁起来了，他们不愿意拿出来再讨论。你现在啊，终于回来了，又顺利的进入了法补房，啊，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快乐，啊，这样也不枉我和你父亲兄弟一场，你明白吗？那范叔，我父亲的那些助手都还在法补房吗？你父亲当年有2个助手，一个叫许恒，你父亲出事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可能是受刺激太深，辞职不干了。啊，还有一个助手就坐在你的对面，
是你的搭档，叫刘凡熙，刘探长。刘凡熙，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有些印象，好像小时候来过家里几次。他是个怪人。你父亲出事以后，他升探长了。妈妈，今天是你的忌日啊，你离世已经5年了，在那边好不好啊？我2个最亲的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师傅。你们2个都在同一年离开了我。师傅走的那一天，都没有来得及吃你包的馄饨。对了，妈，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啊，我今天遇到一个女孩，好像从日本回来的。她让我想起了师傅在日本的女儿。作为法捕房的丑闻呐，这些卷宗都被高层给锁起来了。来，给。别动！罗探长，这么晚了，您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加班，然后睡着了，需要跟你汇报吗？当然不需要了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有情况，刚才楼上那个窗户突然打开了，我还以为有人闯进来了呢。警惕性很高。叫什么名字？报告，我叫二宝，是刘探长的助手。二宝，小名吧？报告，大名叫冯二宝，小名叫二宝。好好干。是。走好啊。
督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是经历过5年前那个断手案的。这个还要经过法医鉴定才能有结论。伤口是顺着腕骨的咬合部分精密切割而成的，切口处的血管没有爆裂，说明切割的时候凶手做了止血的处理。要完成这样的解体，需要懂得很高明的外科手法。你认可罗探长的判断吗？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很相近的。当年的案子吧，很轰动，很多媒体都做了详尽的报道。那是模仿作案。有这可能。如果是和5年前的案子相似的话，那这只手送来的时候，它的主人应该还活着。范督察，是这样吧？你说的很对。再来看血液的渗透，垫着手的报纸已经有浸泡的变化，手指的曲张和僵硬程度很高，手指甲的颜色已由紫色变成了浅透明色，说明时间是在6个小时以上。总督察，我希望能够负责这个案子。范督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珊珊的知识很丰富，但是唯一的欠缺是对这不太熟。我希望珊珊和刘探长搭档负责，由我来指挥。毕竟我是最了解5年前案子的人。哎，那个刘凡熙呢？报告，刘探长去现场了。什么？断手刚送来的时候，刘探长正好回来，他看了一眼，马上就带人出发了。二宝，是。对方应该不止一个，是被几个人打的？哇呀！被人踢了，然后又被人扔出去啊！哦呦啊！精神点儿。好。罗探长，为什么出发了不告诉我？刘探长没让我叫你啊。他人呢？里面啊。哎，罗探长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反正他每次都不让我们进去。查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罗探长真不能进去。刘探长在做现场分析的时候，不喜欢有人打扰他。督察长来了都不行，这是他的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这个规矩。啊！哎，罗探长，罗探长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要出事儿了！不对啊，这样躺着太舒服了。哇，应该是这样吧？龙大哥，你不要打了！说过现在没钱呢，过几天我一定给你些利息啊！是你？你就是刘凡熙探长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一定是新来的搭档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珊珊，刚从日本回来。珊珊，你是刚从日本回来的？哎，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师傅罗成的女儿罗珊珊。对，
我现在是你的副手。我2天没有回法捕房啊，我只知道多了一个副手，原来是你啊！真是女大18变啊！我见到你的时候才这么高啊，现在长得跟我一样高了啊，这么高了，怪不得我在茶楼没有认出你来啊。对不起啊。我也没把你认出来啊！没想到你变成大胖子了。哎，没办法了，单身一个人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理，就长成这样了。哎，别说我了，还是说你吧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破案。你破案啊？开玩笑啊，这种地方不是女人来的。上头说了，这个案子由我们2个人负责，所以我有权进来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跟当年师傅的案子很相似的？我劝你不要插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感兴趣。谢谢你还记得我父亲。我还以为你把他忘了呢。对不起啊。你今天说了2遍对不起，也不知道哪遍是真的。哦，这些工具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吗？好精致啊！我看看啊，哇，这不是日本的吗？怎么没有日本字啊？喂，日本字中间夹着几个中国字啊？哎，我听说是武大郎传到日本的。我从日本回来就一定要带日本货吗？你看清楚了，那是 Made in British。不愧是我师傅的女儿，又美丽又聪明又有学识。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。很简单呐，借人家钱没钱还，债主上门毒打一顿，还是没有钱还呢。最后债主索性砍掉他的手。就这么简单？根据现场的痕迹告诉我们，就这么简单，能有多么复杂？不过现场看来的确是有打斗过的痕迹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自己演一遍呢？我做一遍给你看，你就马上明白了。一来，看他在这儿，砰呀，一脚踹飞，砰，按到那里，梆梆梆梆梆梆的打，有没有钱还的？没钱还，再打，砰砰砰砰，有没有钱还的？还是没钱还，摔飞在桌子上，桌子摔烂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梆梆梆，有没有钱还？说了没钱还，再拉起来扔飞出去啊！在这里打，梆梆梆梆梆，梆，有没有钱还？没钱还呢，再扔飞了出去啊！梆，梆，一脚踩住胸口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钱还？没有钱还呢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钱还的？真的没有钱还的。然后你就进来了。难道他不会还手吗？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嘿，呼！老大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不知道我和罗副探长在讨论案情的吗？还不快滚出去！哦，你看他那个死样啊，他的头部被人踢了无数脚，他身上被人打了无数拳，还有脖子被人割了一刀啊，到最后还砍掉了手。这手的切口呢，简直就是天衣无缝，干净利落。这用刀的人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：快、准、狠。在上海滩能把一个人打得如此不成人形的，我觉得非他莫属，那肯定就是青帮堂主龙彪。龙彪？没错，还有他的手下，号称上海滩第1快刀。这2个人加在一起，那答案呢就很简单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是先挨了一顿打，然后砍了手，最后切颈而死？没错，其实他怎么死呢，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真凶。怎么死的你都没有弄明白，那你抓到的凶手多半是错误的。你想龙彪要杀他，用得着这么复杂吗？
还有你说的那个上海第一快刀，他能砍出这样的切口吗？除非他是懂医的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意思很明确，刀快是没有用的，要切出这样精密的切口，除非他是懂医学的。你搞错了。是对是错，抓来一审不就知道了？走。新来的罗副探长，你要不要跟我走啊？二宝，把尸体拉回去，留2个人看守现场。是，老大。你觉得这么随便抓人合适吗？哎，你别想那么多，抓来审一下肯定是有帮助的，对不对啊？不问怎么知道？听我的。喂，小偷，喂，来了。刘探长，你站那儿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偷东西啊？没有，哎没什么。过去，我说你。哟，哎，这不是那个，哎，大哥，你把这妞给收了。哎呦，这不关你的事啊！我问什么你回答我就可以了，明不明白？明白了，大哥。刘探长，哎，我们是在查案子。当然是查案了。哎，你是副探长，就要跟着我的风格去做事，知不知道？哎，问你啊，龙彪现在在哪里？龙大哥，好像带着他的兄弟去八仙楼喝酒去了。八仙楼？对，八仙楼。真的吗？哎呦，真的，大哥不骗你。你确定啊？哎呦，不敢骗你的，大哥。如果是假的呢？不会的。你肯定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，大哥？拿着，盯着点。哎，谢谢啊，行，知道了。这就是刘探长的风格，拿钱收买这种人。其实他很可怜的，从小就无父无母，又没有读过书，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当了乞丐。他从小营养不良，后来呢又得了哮喘，所以他是干不了体力活的。八仙楼有没有兴趣？快刀，你老大呢？他在忙，没时间见外人。他在哪里？我问你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楼上。罗副探长，我上楼去找他老大，你在这儿和快刀喝一杯，好吗？好，你喝。这个好吃，一口。哎呦，吃吧。龙堂主，吃吧，龙哥。呀，刘探长啊！哎，来，坐下和我一起喝。喝酒就不必了，我要你现在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我叫你跟我走，当然是去法捕房了，难道去我家？去！什么呀，你说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问你的，当然是关于薛三儿的事了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哎，行，我给你刘探长个面子，就多宽限他几天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薛三儿没死，这面子你不用给我。可现在他死了，我不带你回去，我就很没面子。刘探长让你陪我喝酒，我给你倒一杯。那你可以让他陪你喝。那你是不给面子了？我又不认识你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
我相信你会喝的。好，我给你面子。上！人死了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龙彪，你好歹也是个堂主，如果在你手下面前把你抓回法捕房的话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没面子。可不带嫌犯回去的话呢，我也交不了差的。你想怎么样？去留与否，跟你赌一把。赌什么？现在，我和你听天由命。我先来。好，老子就舍命陪君子。到你了。龙堂主就是龙堂主，好有胆识。给你了。还有最后2枪，不是你就是我哎，还玩不玩？不是说听天由命吗？啊？怎么，刘探长，你的威风呢？啊？要不然你现在给我认个罪？好，我就陪你玩。那颗子弹呢？归你了。刘探长真是英雄，小人甘愿受。笑什么？好笑啊！早跟我走不就好了？费了我那么多的事，我就是要你走一趟而已啊！如果你真没有杀人的话，你跟我回法捕房，我保你没事。走了。
是不是要尝过最后这颗子弹才跟我走啊？不，走吧，走。哇！搞什么，罗副探长？罗彪，你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实说呢，我今天来就是怕搞不定你老人家，所以我带了个助手来，是想保护我的。可谁知道他把这里砸的呢是乱七八糟的，对此我真的很抱歉。但是抱歉归抱歉，你还是得跟我回法务房去的。走吧。走。穿完了呀，你看看呀。想不到你身手这么快，竟然放倒了快刀。不是我快，是他太慢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他们全都是坏人啊！我提醒你啊，上海滩的水很深的。我不希望我师傅的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知不知道？假惺惺！说什么？我说你假惺惺啊！你说我假惺惺啊？我为你好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上海滩呢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师傅的事情就是个例子啊。你也认为我爸是被冤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起码我觉得疑点重重。亏你还一口一个师傅，这些年，你帮他做了什么呢？我也想帮师傅翻案呢，但是我找不到证据，有关师傅一案的所有资料啊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触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问你明不明白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看你这个胆小鬼，还不快走！哟，两位客官，1碗馄饨，2碗锅贴，哦动作快一点好啊！你要吃什么你自己叫啊，不吃你就饿着。这里再来1碗馄饨。好嘞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我就是用这个东西呢，骗过了龙彪。有些事情你还不明白，慢慢学喽。啊，那这个东西呢，现在物归原主，还给你。怎么，你不想要了？你不要就当送给我了啊？你的手不知道碰过什么东西，我能要吗？我手很脏的，现在我摸了你的手啊，你把手切掉好吧？哎，别动手动脚的啊！我们要和睦，要团结。现在我们是搭档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真够倒霉的，我怎么会跟你这种人成为搭档呢？你问他呀，啊，天意呀。哎，这只胸针啊，越看越漂亮。哦，过2天呢，我去绣楼的时候送给你个姑娘，肯定会很喜欢的。什么？你要把我的东西送给那些姑娘？你干嘛那么惊讶？我正所谓宝剑赠英雄啊，这么好看的胸针赠姑娘，我把大家闺秀的贴身之物送给绣楼里的姑娘，一定会成为佳话的啊！就这么定了啊！一会儿去绣楼吧，啊！我才不去呢！打扰了刘大探长的雅兴，你不觉得我碍事吗？罗副探长，我传授个经验给你啊，在上海滩，一个是赌场，一个是妓院，是我们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。你可要记住哦。你这套理论已经不新鲜了，二宝都告诉过我了。是吗？够精辟吗？精辟呀，跟你的皮带一样精辟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误会我，
我去妓院只是为了打探消息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龌龊。别给自己找借口了，我不想听。哎，你真是涉世不深呐，罗珊珊。在上海滩，一半的男人……刘凡熙，我知道你见识很丰富，风格很独特，但是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是我见过最恬不知耻的探长，同时也是一个最出类拔萃的探长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啊，你来了。我手里拿着这个东西，你不觉得臭？你不觉得恶心吗？觉得恶心吗？哎呦，如果我是你啊，打死我也不会碰这些玩意儿的。你离我远点。有时候吧，我觉得活人比死人更恶心。你要是不想在这儿的话，你可以走啊。回头我把验尸报告告诉你。隔壁不是有个什么黑帮老大等着你审吗？没错，我刚刚想到，怎么审这个黑帮老大最省时间、最不费力了。哎，怎么审都没有用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凶手啊。他不是凶手，谁说的？他说的。他。那个黑帮老大顶多就是打了他一顿，但是真正的致命伤是他断手后失血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就是快刀砍的他喽？快刀顶多是剁肉馅儿。哎，你仔细看啊，这是经过精密切割的，骨骼完整，所以啊，真正的凶手应该是很了解人体、懂得医学的人。而薛三的手被砍下来之前，他还中过毒，具体中了什么毒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应该是麻醉类型的。你觉得黑帮老大追债需要费这么大的事儿吗？明白了。刘探长来了，吃了没？没吃别客气啊。哎呀，你看，等你等了这么久，什么事儿也没做成，只有吃了，撑死了。现在吃得开心，等一下怕你会吐啊。我问你，你跟薛三儿有什么过节？什么过节？哎呀，还能有什么过节呀？哎，不过就是放了笔高利贷给他。他2个月以前借了我的钱，哎，我这是有规矩的，我的钱是不借给大烟鬼的。可我兄弟他不知道，薛三儿好这口啊，嘿嘿，把钱借给他了。嘿，你说这大烟鬼他怎么可能有钱还呢？他有钱，不也抽光了？是吧？所以我就找他谈谈喽。照你这么说，他没钱还给你，你就灭了他，是不是？灭了他？灭了他，我找鬼讨债去啊！就是打了他一顿，那小子不禁打，没意思。如果不是你灭了他，就是快刀砍了他喽。快刀？快刀的刀啊，不沾大烟鬼的血，没面子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薛三儿死了，最后见到他的人是你，怎么解释？我解释什么呀？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。我现在就带你去见见他，让你看看他哪儿还是好好的。你看清楚。来啊，开门。你说你走的时候薛三儿还是好好的，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过来，你看看，现在他是死的还是活的？说，死了吧？死。薛三全身上下都有瘀伤，是受到拳头用力击打所致。但是最致命的是手被人用利器切下。你看，
看到了吧？伤口平滑整齐，而且没有不规则的痕迹，骨骼没有明显断裂痕迹，还有就是颈部的致命一刀以及中毒的痕迹。我来问你，薛三是不是你杀的？说啊！没，我承认我是打了他，但我绝对没有切他的手啊！我要他的手也没用啊！要不然这样，算我倒霉，他欠我的钱我不要了，我再给他家里人包红包，这样成了吧？我不管你怎么做，你现在只要告诉我是谁让你下毒毒死他的，讲。我哪里知道啊？是你们说他中毒的。你过来，过去，你来看一下。过去啊！我检查了薛三的肠胃器官，在他的肠子里，有面条的残渣，而胃里有没有消化完的面条，里面的面条检测出来有毒素，但是肠子里的却没有。毒是在挨打之后才下的。看见了吧？听到了吗？我问你啊，你见到薛三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说啊！我去的时候，他在吃面条呢。我进去之后，他就把面条放下了。这就对了，他是分2次把面条吃完的。第1次的面条没有毒，挨打过之后，面条才被下了毒。哦，那也就是说是他下毒毒死薛三的，是不是？这也不可能，真正致命的应该是断手和颈部的那一刀。那也跟你有关呐，赶紧说，是不是快刀砍死薛三的？不可能，快刀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？什么快刀啊？那就是我编出来糊弄人的。他在虹口刀劈6个日本人的事儿，那是兄弟我一手安排的，不是他一个人，是30几个人架着让他一刀一刀砍的，然后找些记者，写文章，让兄弟们到处去说，这样他才成了上海第1快刀嘛。这也不可能是快刀干的。我刚说过了，真正的凶手是懂得医学的。二位探长，这个地方味儿实在太重了，咱们到外边去谈吧。哎，你不是很凶的吗？啊，这种味道你都受不了啊？你怎么当黑帮老大的啊？刘探长，凶狠，那是我职业需要。其实，我这个人内心啊是很儒雅的，我是个斯文人。看得出来，我知道你外表很凶很恶，其实内心呢是个小绵羊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证据显示呢，薛三儿死之前见过你的，他见过你之后呢，他就死掉了。目前你是唯一一个在薛三儿死之前见过他的活人，你又怎么解释啊？你想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话，那就把凶手找出来给我，明不明白？行，没问题，你给个日子。3天。你放心，大后天中午之前，我一定把人给你带来。你说的啊，3天呢？3天后你交不出凶手，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？罗成的女儿在法捕房，现在成了刘凡熙的手下。刘凡熙可是罗成的徒弟呀。他不过是酒囊饭袋一个，怎么会又出了一个断手案呢？哎呀，真是奇怪呀，跟当年一模一样。陈鑫早就死了，难道是鬼做的？我想，应该跟5年前的案子没什么关系吧。哎呀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啊！
小狗子，你又来了。你爹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吗？啊，豆沙糕。好，正好我饿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吃。回去跟你爹说，谢谢他。赶紧回家吧。哎，让我看看。别说，他跟你长得还挺像的，是不是你的种啊？你真会开玩笑。你觉得我会带个累赘来跑江湖吗？我就是帮他爹治过病而已。看来陈兄不只会要命，还会救命呢。啊？小狗子是吧？告诉我，你爹叫什么呀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为什么告诉你啊？万一你是坏人呢？这小孩子嘴还挺厉害的嘛！啊，那让我看看你爹有多疼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法补房就这点本事，只会拿一个小孩子折腾。看来陈兄你是心疼了啊！我只是觉得可笑。你要把这个小孩子掐死，谁照顾他麻风病的爹？麻风病，麻风病！哎，没事没事，这病没那么容易传染。我爹他不会有事吧？你放心吧，你爹不会有事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坚强点，别一点小事就那么害怕。啊？回家吧。这小兔崽子走了也好，老板不喜欢节外生枝。陈兄啊，你这一身的好武功，可惜就是脑子太笨。你知道老板这么多事儿，他能留着你吗？那你们想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啊？陈兄啊，我们兄弟一场，我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送你上路吧。小陈，这位是法补房的刘凡熙探长。你好。你好。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哦，没什么，吓了一跳。啊，刘探长要我帮点忙，我没空，我一个研讨会要参加，所以就推荐你了，也算是一次课外实践吧。小陈啊，在这个解剖学方面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太好了，那就拜托你了啊！好，我们走了。